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与各位分享德媒惊叹于中国在太阳能及其他绿色能源方面的高效率，这是少有的相对务实的报道。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的报道。1000兆瓦的奇迹，中国的太阳能轰动比中国人想象的来得更早。配图说明，6月中旬，中国北方河北省山区的一个太阳能发电站。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实际上希望到2030年在他的国家实现1200千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容量。新的数字显示，中国将在后年大大超过这一目标。但是梦幻般的发展也有黑暗的一面。德国之士点评，看来西方媒体总是一样的报道中国的模式，说了正面的东西，最后肯定又来一句但是，比如这里的但是梦幻般的发展也有黑暗的一面。比如以前经常看见德媒这么报道，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付出了多大代价呢？大家今后注意看，对德媒的报道八股模式我有没有说错？好，我们继续往下。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的容量将几乎翻倍，并比计划提前5年实现其扩张目标。这是根据美国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的新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已经宣布或开始建设足够的项目，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总容量将达到1371千兆瓦。因此，习近平主席设定的到2030年达到1200千兆瓦的目标，将在短短2年内被超越，比预想的要快。在过去的2年里，该国的太阳能安装扩张创下了新纪录。据分析人士称，2023年将继续保持这一趋势，特别是随着供应链的瓶颈慢慢消解，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太阳能组件的价格。根据分析公司彭博社 NEF 的预测，中国今年将总共增加154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55千兆瓦的陆上风力发电和8.3千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相比之下，欧盟在2022年年底的太阳能总容量为……对不起，外面有一只疯狗老在叫啊，没办法，那只能往下吧。相比之下，欧盟在2022年年底的太阳能总容量为208.9千兆瓦。德国之士点评，就是说，中国在2023年1年内新增加的太阳能发电量已经相当于欧盟总容量的5%，可见欧盟在这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这不是我在吹牛啊，而是德媒引用美国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的数据。好，继续往下。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官方评估也很乐观。与国家能源局 NEA 关系密切的智库水电总院假设，2023年将增加100千兆瓦的太阳能和60千兆瓦的风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中国在今年1至5月期间已经安装了总共61.2千兆瓦的太阳能，超过了自己的预期。燃煤的另一面，中国继续开采创纪录的煤炭，并建立一系列新的燃煤电厂。尽管过去的经验表明，绝非每一个计划中的燃煤电厂都能真正投入使用，但中国对能源的饥渴并没有停止在可再生能源上。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公共事业单位也签署了几份长期的天然气供应合同，主要目标是避免像前几年那样的电力短缺。中国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员马丁·维勒表示，虽然燃煤仍然作为主导能源支配着一切，但中国需要更大胆地发展储能和绿色环保技术，以确保安全的能源未来。研究报告认为，到目前为止，可再生能源更多的是作为煤炭的补充，而不是作为其替代品。然而，中国在建设储能和氢能源方面的进展，可能在几年内改变这种情况。好，这就是报道的全部。接着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在中国，为了给如此规模的太阳能公园腾出地方，居民被强行搬迁。此外，在德国也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下一位读者叫 Sven Speaker， 如果那里的情况很好，真是太棒了，我们可以停止给中国发展援助了。下一位，尽管存在贸易逆差，
但中国几乎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根据 IFO 的数据，我们的绿色革命所需要的原材料中，65%的电机来自中国，54%风力涡轮机来自中国，53%光伏系统来自中国。此外，根据 IFO 研究所的调查，每2个德国企业中就有1个从中国采购初级产品。2021年，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进口国，见原材料，贸易额为1420亿欧元。美国以720亿欧元位居第3。在出口方面，中国以1040亿欧元位居第2，落后于美国的1220亿欧元，给中国的几百万的象征性发展援助相当微不足道。下一位，这就是中国，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看看上海，超现代化，巨大的地铁网和美丽的建筑，站台上都有自动安全闸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掉到轨道上。与富裕的上海相比，德国的城市似乎特别贫穷。上海的晚上灯火通明，有许多灯光秀、灯光链，人行天桥两侧有日光灯管照明，就像未来的城市一样，美得令人窒息。在3年内，中国使用的水泥超过美国100年的用量。在德国，一点点的繁荣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热泵和隔热上，超过100万的德国人被毫无意义的推向毁灭。好的，朋友们，最后一句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很难翻译。下一位，那你就移民到中国去呀。但请记住，中国有一个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个监控国家，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下一位，那里还有大自然吗？甚至还有野生动物吗？光污染也是一个很大的环境污染问题。下一位，旅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如果你去新加坡，你可以在那里学习移民政策如何成功运作。在中国，中国在教育、进步、研究和发展方面已经领先我们至少10年。顺便说一下，中国的政府支出比率只有 32%，而不是我们的 52%。在中国，并非所有快速实施计划的先决条件都是好的，但在德国存在无数不好的抑制性先决条件。我们的官僚机构和我们的税法一样，也是如此。它太腐朽了，已经无法修复。下一位，如果绿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会更快从丝绸之路获得电力，而不是从老德国获得风能和太阳能。下一位，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人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会超过我们，而我们德国人呢，我们选择在抗疫中倒退，这怎么能让我们回到世界顶尖呢？德国知识点评，这位是典型的德国人，还一直以为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顶尖的。其实，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德国已经落后了。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特别是太阳能，大部分光伏模块都得从中国进口。下一位，有些人在讨论规划，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官僚机构，等待居民和动物权利活动人士的起诉，然后一切非常缓慢的开始，并在50年后意识到所有东西都被规划得太小，其他人则决定动手建造，并以快100倍的速度完成。好吧，自己满意就好。下一位，在只有一个人掌权的国家，情况就是这样。众多的政党和环保组织阻挠了这种积极的想法。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即使过了光年，也不会取得多大进展，因为我们的党派如曼驴拉磨。我们与中国人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相差甚远。我们在走下坡路，而中国人在走上坡路。在德国，有太多的废话而不是行动，仅靠空洞的口号是不能改变气候的。下一位，你完全忽视了独裁政权的负面，不是吗？下一位，这就是中国的策略。我们总是反复提及中国新建燃煤电厂，首先仍然需要这种能源来生产可再生能源。如果能更快地达到目标，并且它们能可靠地运行，就没必要在乎昂贵而肮脏的煤炭。少说废话，动手干吧。下一位，
如果不是一刻不停的需要能源，可以安装太阳能。中国有大量的燃煤电厂、核电站和燃气电厂，所以总可以填补太阳能的空缺。不幸的是，这一点总是强调得太少，或者根本没有强调。完全靠太阳能和风能的能源供应是行不通的。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构思，但这并不可行。下一位，这不是一种轰动，而是对大自然的巨大破坏。15年或20年后，使用过的光伏面板会发生什么？媒体报道的盲目性太大了吧？下一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初级产品及原材料供应国之一，其太阳能的轰动是合理的。德国从1950年到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 102.86 亿吨，这个数值现在中国在1年内就轻松超过了，自2015年以来连续7次超过。当然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人，也不能归咎于德国，是全球消费者推动了出口国不断提高生产速度。例如，为了公平起见，一辆在德国制造、在新西兰驾驶的汽车，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必须算到新西兰头上，但并没有这样做。自工业化开始以来，全球消费者的数量已经增加了 800%。下一位，这对中国和燃煤电厂根本不起作用。但是为什么我们德国又一次废除了清洁的核能，而将几十个燃煤电厂投入运行，而且他们将在未来10年内继续运行？是的，我们德国绿党告诉自己，环境是干净的，即使它不是，但它会发生，肯定的，肯定的，这是绿党的 DNA。下一位，当中国在所谓的可再生能源方面大踏步前进时，德国宁愿坚持走老路，把钱交给普京、沙特或其他朋友。德国选择党想完全取消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推广，这样我们也在这个行业正在输给中国。下一位，然后中国还有许多核电站，这是最好的电力组合，所以电力非常便宜，对工业和人民都有好处。为什么德国这里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呢？下一位，如果连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都做不到，也做不到将能源转换为100%的可再生能源，那么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这都是脑残。下一位，中国人很实际，他们知道没有能源安全就没有未来。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就此结束吧。这期的读者还是相对理性的，虽然有一些得失傲慢，但承认中国做得对的也不在少数，而且批评德国自己的感觉还占大多数呢。也难怪德国绿党执政以来干了很多脑残的事。不过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不啰嗦了。